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酱园弄首映炸场，杨幂逆风翻盘，赵丽颖台词为何成焦点？酱园弄众星云集，却争议不断。章子怡摄魂演绎，杨幂监狱戏催泪，而赵丽颖台词生涩引质疑，悬疑感缺失，剧情仓促收尾。这部夹纳版150分钟缩至96分钟的作品，究竟想表达女性觉醒还是人性复杂？好片需经得起灵魂拷问。俊骨一雕，继子难得，千金是骨，何患无才？尔来，房间茶余饭后的谈资，莫过于酱园弄的公演。这部影片自选角伊始便举语频生，如今既已接诸于众，房间脏否之声自是如鼎沸之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总而言之，酱园弄时乃一桩悬疑公案，名导直编，众星捧月。然则张娘娘的电幕摄魂，易烊千玺的古者演绎，雷佳音的枭雄气度，李现的纨绔子弟做派，杨幂的领雨生涯，赵丽颖暗饰演了一位语速迟缓的角色。果不其然，影片既出，隐隐然之意随之达来。有人盛赞杨幂演技的精进，亦有人构立赵丽颖台词的急趋熬牙，宛如学童诵读课本。至于剧情，有人喟叹其浅显若白开水，悬疑感荡然无存。更有甚者，质疑戛纳版150分钟的片长，如今首部96分钟便戛然而止，结尾处突兀收束，委实令人扼腕。此事吾辈须抽丝剥茧，窥情度理。先轮及伶人，当红偶像的转型，素来是陈词滥调。杨幂此番饰演一位身世飘零的女子，据说其剑牢戏份赚取了诸多观者的眼泪，粉丝们自然是额首称庆，认为自家女郎终究摆脱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窠臼。然而演技一事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有人击节赞赏，亦有人不以为然。赵丽颖呢？因其台词熬牙截屈而引来小学生之讥，对此鄙人以为有商榷之处。角色定位为何？倘若角色本性极为慢条斯理，则伶人不过恪尽厥职罢了。然则倘角色自身并无挚爱，而演员之演绎却令人产生举语之感，则或真应加以反躬自省。再来探讨剧情。悬疑片其精髓何在？在于反转跌起，在于出人意表，却又在情理之中。若剧情平铺直叙，受众顷刻便能洞悉真凶，则此悬疑片恐难逃失败之命运。当然，线下仅是上部，亦或下部会有峰回路转，兹且拭目以待。实则一部影片的成败，除却伶人之演技与剧情的簸箕分离，更为关键者在于其所欲表达之意蕴。譬如文中所云，内核之觉醒方为重中之重。酱园弄究欲何为？是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是人性的疯婆无杂，亦或是对社会现实的笔诛墨伐？此方是吾辈所应深思之所在。回溯既往，浮华艺人演技捉襟见肘，每为人所诟病之案例还少吗？自抠像替身至数字先生，各类匪夷所思之怪状层出不穷。观者非不能容忍流量明星，实则不能忍受于无甚演技之流量明星。复盘往昔，多少悬疑剧，徒有悬疑之名，实则行狗血言情之实。悬疑仅为招来眼球之伎俩，哗众取宠之工具。真正之良心悬疑剧，应令人于惊心动魄之情节中，反思人性与社会。吾辈翘首以盼精良之影片，翘首以盼精湛之伶人，翘首以盼精妙之剧情。然则吾辈更为期待者，影片能再现现实，能激荡思绪，能触及灵魂。酱园弄是否值得赏鉴？此事众口铄金，莫衷一是，须诸君躬行荐履，方能得出结论。看完之后，如较其妙，则定系佳作；如较其劣，则断非上品。然而无论优劣，吾辈皆应保有反思，反思影片背后的社会百态，反思吾辈对影片之期许，反思吾辈对未来之憧憬。曲终人散，
风月如旧。吾辈所能为者，乃是保持清醒，保持慎思，竭力令此方世界日真真善境。酱园弄的首映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从影评人到大众观众，各方反应热烈，整部电影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瞬间激起千层浪。作为一部女性群像题材的历史悬疑剧，酱园弄从一开始就被寄予厚望，尤其是由杨幂与赵丽颖两位当红女演员挑大梁的配置，更是吊足了所有人的胃口。而在首映之后，观众最直观的感受便是，杨幂在沉寂许久之后成功逆风翻盘，而赵丽颖的原声台词却意外成为舆论焦点，引发了不少争议。在这场影片的首映礼上，杨幂的表现出乎不少人的意料。过去一段时间，外界对她的演技褒贬不一，她也曾在多个作品中遭遇口碑起伏。然而这一次，她用极具层次感的眼神，克制到位的情绪掌控，将角色的隐忍与挣扎诠释得极为细腻。很多业内人士甚至表示，杨幂真的在演技这条路上蜕变了。她的成功翻盘，不仅赢得了掌声，也为自己赢得了一个重新被正视的机会。相比之下，赵丽颖的表现却陷入了复杂的讨论之中。并非她的表演不出彩，而是她在影片中坚持使用原声台词的选择，引起了巨大的争议。许多观众表示，她的声音处理方式太现代，与电影设定的年代感不匹配。也有人认为，她的语气不够沉稳，不够厚重，难以承载角色的历史背景与心理张力。这种声音上的不适感，很快在社交平台上发酵成更大的舆论风暴。但在批评声之外，仍有不少声音为赵丽颖辩护。有人认为，这样的声音差异本身就是赵丽颖对角色的再创造。她并没有选择传统女性角色那种低沉、委婉、被动的表达方式，而是让角色拥有一种清晰、明快，甚至有些不妥协的语气。她所扮演的先锋女性，本就不是一个在沉默中妥协的人，而是要在夹缝中坚持自我、直面命运的人。这样的语音处理是否违和，其实取决于观众如何理解女性角色在历史与当下之间的定位。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赵丽颖的原声之所以成为焦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代表的是另一种表演理念，将真实的声音还给角色。她没有配音，也没有刻意模仿老派语调，而是用自己的声音去诠释那个时代的女性。这种处理方式其实是一次表演上的冒险，也是一种表达方式的坚持。可惜的是，当演员用原声表达时，观众往往更容易挑剔声音是否合格，而忽略了台词背后的情感力度与内心张力。事实上，赵丽颖一直是一个在细节中打磨角色的演员。从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温婉克制的盛明兰，到幸福到万家中倔强直律的何幸福，她的每一个角色都在突破观众对她的既定认知。这一次在酱园弄中，她选择了一个更具先锋性、更具挑战性的女性角色，注定不会轻松取悦所有人。尤其是在电影本身节奏压抑、情绪浓烈的基调下，任何一点表达方式的不同，都会被无限放大，成为讨论的焦点。在这场关于赵丽颖台词是否违和的争议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演员与角色之间的博弈，也反映了观众对女性声音的固有期待。在很多观众的潜意识中，历史剧中的女性应当是温婉、压抑、低声细语的，而赵丽颖所传递出的那种坚定、清晰的语气，则被误读为不够沉稳。这不是赵丽颖的问题，而是整个影视文化中对女性角色审美的单一化。当一个女性角色发出有力的声音时，我们是否准备好了真正去接受它？值得一提的是，赵丽颖并没有出面回应这些争议，她用沉默代替辩解，让电影本身去说话。这种姿态既是冷静的，也是自信的。她不需要为自己的声音找借口，因为她知道这段原声背后藏着她对角色的理解与热爱。她希望观众看到的是角色的情绪，而非演员的语调正确性。她相信，真正懂得聆听的观众，
会在电影的细节中捕捉到他的用心。当然，这场关于杨幂逆风翻盘与赵丽颖原声争议的双线讨论，也为酱园弄带来了更多关注。这不仅是一场电影的热议，更像是一次观众与表演者之间的文化对话。我们需要学会在欣赏角色之外，也欣赏演员的选择与勇气。无论是杨幂用演技重塑自我，还是赵丽颖用声音挑战传统，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推动国产电影表演的边界。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酱园弄的这次热议也暴露出国产电影在表达上的一些瓶颈。当观众对声音、风格、节奏的审美趋于单一，演员的每一次突破就显得格外突兀。这对创作者而言是挑战，但同时也意味着机会。如果我们能在争议中看到可能性，在质疑中看到创新，那么这场讨论本身反而成了作品成功的一部分。赵丽颖的声音也许不是所有人都能立刻接受，但这并不代表她的表演失败。相反，正是因为她勇敢地用原声承担了角色的命运，才让我们有机会重新思考，一个女性演员在历史题材中是否可以拥有更多元、更真实的声音。她不需要讨好任何人，只需要做自己角色最坚定的代言人。而我们观众也应该学会在声音之外看到演员的勇气与信念。也许有一天我们再回头看这场争议，会发现那并不是赵丽颖失败的标志，而是她转型路上的一块试金石。正如杨幂用了整整几年时间打破外界对她流量标签的误解，赵丽颖也正在用属于自己的方式打破关于声音美学女性形象演员表达的种种框架。她在这个角色里不完美，但却真实，这才是最动人的地方。最后，想对所有关心酱园弄的观众说一句，你们的声音和演员的声音一样重要。你们的讨论，不论是肯定还是质疑，都是这部电影存在价值的一部分。但也请你们记得，在表达意见的同时，给演员多一些理解与耐心。真正的好作品，从来不是一开始就被所有人认可的，而是在一次次讨论中被看见、被接受、被铭记。愿我们都能成为那个愿意多听一秒的人，去听懂演员的坚持，听懂角色的疼痛，听懂那段被历史掩埋却从未熄灭的女性声音。探索心境2杀青在即，王一博探险造型帅爆全场。王一博用汗水和笑容写下每一段旅途的轨迹，在探索心境2即将收官之际，那份不舍比任何时候都强烈。他在梦想的道路上奔跑，没有停歇，而我们期待着他的归来，期待他站在舞台中央自信地说：“我回来了。”青年的探险从来都不是说说而已，尤其是王一博那种披着阳光的帅气，眼睛里带着冒险的光，走到哪都能吸引一大片人的目光。他到底怎么那么有魅力？我每次看到他的最新动态，心跳都像被按了快门似的，啪嗒啪嗒的。特别是这次探索心境2快要收官的消息一出来，我心里那种说不出的感觉。啊哈，你还记得我吗？你是不是也在想着要不要多陪我几天？哎呦，能跟他出现在一个镜头里，那可是很多粉丝梦寐以求的事。说真的，这么多天在外面流浪，见识了多少风景，体验了多少从未尝试过的冒险，心情是复杂的。心想，你要是不回来，会不会觉得我多心？可是又觉得，还是希望你能多留几天。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他在带着我们走进一个绚丽奇幻的世界，现在终于快收官了，心中那份不舍，真是比任何时候都强烈。但是，你知道的，探索的路没有止步的尽头。每次看他在片场的背影，我就觉得，这就是属于他的人生，这就是他用汗水和笑容写下的轨迹。每一段旅途都值得期待，可是如果没有他在身边，那份期待似乎少了点什么。出发前还喊着等我回来，结果拍着拍着，忽然觉得你在外面玩得开心不？自由的空气，陌生的风景，像童话故事里的片段一样，迷人的无法拒绝。
想我们一博了。每次他发点动态，或者上传点路上的风景，我都觉得自己身临其境，好像能感受到那股开疆拓土的勇气。拍摄虽然辛苦，但能在纪录片里寻找自己热爱的事，这种幸福真不是闹着玩的。他在外面奔波也是为了让那些想象的美好变成现实的样子。我作为粉丝，当然心里小小骄傲。他用坚持证明了自己，也让所有很多人心头一暖。不过啊，拍到这里，快到尾声的节奏已经可以听见了。那天夜里，躺在床上，心里忽然冒出一句：做喜欢的事太幸福啦。每次别人说成功的背后都是努力，我倒是觉得努力的背后其实还埋藏着一份热爱，这才是让人坚持下去的源泉。所以即使现在不是最理想的时间，也要感谢这段日子带来的所有。话说回来，他还没有完全离开我心里的空位。等到他休整归来，我愿意做任何事，只希望能看到他的笑容，就算是1秒钟，也满足了。心里总有那么一些奇奇怪怪的念头，他是不是也在想，家还在那边等我，有人等着我回去？或许吧，毕竟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港湾，无论走得多远，总会牵挂那个温暖的地方。当然啦，这一路上也不全是平静。在外面玩得开心不？这个问题一直在心头萦绕。户外的风，山野的味道，还有那些没人打扰，静静享受美好时光的日子，这不正是他一直追求的生活？自由，勇敢，对的，就是这样。每一帧画面都像是在告诉我们，他还在梦想的道路上奔跑，没有停歇。随着探索心境2拍摄进入尾声，整个项目的情绪也悄然发生变化。从最初的热血启程，到如今的临近收官，每一位参与者，每一位观众都在这段旅程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记。而在这一切之中，王一博作为青年探险家的代表，更是用他沉稳真实的存在感，为节目注入了超越镜头的力量。与第1季相比，探索心境2在内容呈现与视觉语言上都有了明显升级，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依然是王一博带来的强烈代入感。他不是那种在镜头前刻意营造探险英雄形象的明星，也没有用过多语言去修饰自己的表现。他总是安静地做事，认真地完成每一个任务，甚至在面对艰难环境时也从不抱怨，从不退缩。他把探险变成了一种生活态度，而不是镜头前的短暂演出。他的造型自然引发了不小的热议。无论是全副武装穿越丛林的硬汉形象，还是背光走在荒漠中的剪影，王一博都展现出了极强的镜头表现力。他没有刻意凹造型，但每一帧画面都像电影剧照般充满张力。这种源于气质的帅气，让人不禁感叹，原来真正的魅力不在表面修饰，而在于内在能量的自然流露。而他那双总是专注又清澈的眼睛，更像是这场旅程中最可靠的指北星，指引着观众跟随他的脚步，一路探索未知。节目的拍摄过程并不轻松，极端天气、复杂地形、体力极限挑战都是常态。但王一博从未在镜头前显露出一丝懈怠或抱怨，他从始至终保持着极高的专业度与投入感，不只是完成任务，更在不断挑战自我，打破边界。他在一次采访中说过：“我喜欢做事，喜欢把事情做到最好。”这句话在探索心境2中被反复验证。哪怕是艰难的攀爬，长时间负重行进，他也始终坚持不放弃。这种精神也正是探索的真正内涵，不是走多远，而是愿意坚持走下去。而粉丝们在这一季中的参与感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不再只是远观支持，而是通过剪辑、二创、互动讨论等方式，成为了节目情绪流的一部分。从一帧帧王一博在野外行动的视频，到一张张粉丝精心制作的应援图，再到那一句句看见你努力的样子，我也想更努力的留言，都在诉说着一种温柔却坚定的陪伴。
这种从屏幕延伸到现实的双向奔赴，也让探索心境2不仅是一档节目，更像是一场集体成长的旅程。王一博一直被称为沉默行动派，他从不多言，却总能用实际行动打动人心。他不追求一时热度，更关注长久积累。他用少说话、多做事的信念，在这个娱乐至上的时代，走出了一条格外安静但深刻的道路。正如这次探险之旅，他不是为了出境而去探险，而是真实的把自己投入进去，从每一次出发、每一次迷路、每一次重新上路中，慢慢积累起经验与感悟。这也让人不禁思考，在流量与速度为主的娱乐圈，还有多少人愿意像他一样，用时间去换来成长，用真实去替代人设？王一博做到了，他用探索心境2这段旅程，再次证明，真正值得被记住的，从来不是那些短暂的热搜，而是沉淀下来的力量。节目即将收官，或许镜头会暂时合上，旅程会短暂停留，但对于王一博来说，这只是下一段旅程的起点。他从不为了曝光而强行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也从不依靠人设维系关注。他相信作品与行动才是最坚实的后盾，而观众也用一如既往的信任和耐心回应了他的坚持。亲爱的观众朋友，也许你也是被他的专注与执着所打动的人之一，也许你也曾在夜深人静时看着他走过密林与戈壁的背影，默默想起自己也曾追逐梦想，也曾跌跌撞撞。也许正因为这样，他才能成为许多人心中的投射与指引。他在探索世界，你在通过他重新认识自己。在这个信息爆炸、情绪起伏的年代，我们都需要一些可以静静信任的存在。王一博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从不喧哗，却总能让你在不经意间被感动。他不急着发光，但当他站在阳光下时，所有人都能看见他独有的温暖与力量。节目虽然要落幕，但热爱不会停止。未来的他，也许还会继续奔跑在不同的轨道上，也许会选择更挑战的角色，更陌生的领域。但无论他走到哪里，那份始终如一的执着，那种悄无声息的坚定，都将成为他最耀眼的标志。而你我，也将在他一次次突破自我的过程中，学会如何变得更坚韧、更真实、更自洽。感谢你一路陪伴他走到这里，也感谢你愿意读到这段温柔的收尾。在王一博的故事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位青年艺人的成长，更找回了自己内心对坚持、对热爱、对梦想的最初感动。愿你我都能像他一样，勇敢探索未知世界，始终保持热爱，不惧风雨，心怀光明。未来还很长，我们一起前行。我们相信，属于王一博的故事还远未结束，而我们也终将成为那个故事里最温柔坚定的一部分。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